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真相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这个于朦胧的事情。曾出演《太子妃升职记》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知名影视剧的中国男演员于朦胧，于2025年9月11号凌晨在北京坠楼身亡，终年37岁。于朦胧之死呢，留下了诸多的疑点，有传言指出他是因为反抗圈中大佬的潜规则而被害。那牵扯出了现任常委这个中共这个常委蔡奇的私生子等等谣言满天飞啊。反正这个于朦胧的启蒙恩师呢，孙德荣也是对这个警方现在的结论非常不接受，他直指北京高层压下了真相。那么我们首先来根据公开资料来整理一下于朦胧的生平这个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演员并不是特别熟悉因为这个事儿呢，很多人认识了他。那么我们来说说他的主要经历、成就以及最近的事情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官方的声明所以这个可靠性是比较高的。那于朦胧呢，生于1988年6月15号，那么他是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那么他是考入了北京演艺专修学院表演系这个不是大家网传的这个什么北影毕业，这不是那么这个他演艺的经历呢，是2007年他参加了东方卫视这个选秀节目我型我秀西安站，入选16强，并开启为人所知那么2010年呢，他报名参加了快乐男声虽然最终没有成名成为歌手，但积累了一些演艺经验与人气2013年呢，他又再次参加了快乐男声，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的第10名，这个成绩让他获得了更广的关注和签约的机会。2015年呢，他主演了网络剧《太子妃升职记》，饰演这个九王齐汉同年推出了首张这个音乐的 EP 玩具那么演员加上歌手呢，他是在双线发展。那么2016年呢，他就比较出名了，在热门的这个古装剧里面出演角色，比如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他饰演了这个白珍这个角色，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部剧呢，让他这个古装男神的形象深入人心。到2017年呢，他又推出了同名的迷你专辑，参演电视剧《谁的青春不背叛》那个不叛逆那么饰演这个录像艺术发展继续，多项目尝试。此后呢，他又出演了多部电视剧和网剧比如《新白娘子传奇》然后《永夜星河》《侠客行不通》等等。那么他这个演绎与角色的类型呢，选择呢日趋多样。那么他早年的生活是，他说他自幼对摄影及唱歌感兴趣，并怀有导演的梦想，在家中用 DV 设备拍摄了母亲及姥姥唱歌的场景。他的母亲是音乐老师，这对他的艺术启蒙影响很深。那虽然他在北京发展多年呢，但是生活并不奢华，经常是这个租房居住那么有收入之后呢，他首先想到的是改善父母在乌鲁木齐的居住条件。那么9月11号呢，大家都知道，这个37岁的于朦胧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栋这个公寓而且是据说是非常豪华的公寓，那顶层复式楼。那么但是呢，他是从5楼坠亡的。那北京警方呢，在12小时内就火速结案了那就是宣称那个排除了刑事嫌疑，但是现场有诸多可疑的迹象包括窗户外的抓痕、纱窗这个破损痕迹等等关键的证据我们后面会解析那么它引发了广泛的质疑。网上有消息说呢，于朦胧是因为反抗某位圈中大佬的潜规则这个同性潜规则，然后惹怒该大佬后遇害的。那么关于案件的细节呢，可以说疑点重重，那令事件持续发酵。于朦胧工作室的微博账号9月16号发出了一则署名朦胧母亲的声明，强调于朦胧是饮酒意外坠楼身亡，还表示后事已经处理完，希望回归平静生活。但很多网友对此文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个事儿呢，是北京时间是9月16号，就是这事儿过去刚好像1天，这个就5天左右然后这个晚上21点31分，那于朦胧工作室在微博账户就发出了一张截图并写到分享图片这个很有意思，他就写了分享图片这4个字那图片内容显示呢，一位这个自称是于朦胧母亲的人发文称近日我经历了巨大的悲痛，爱子于朦胧因饮酒意外坠楼，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呢，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哀痛之中。公安已经将这个调查情况向我们进行了通报，后事已处理完。我希望大家理性看待这一事件，不再进行猜测。我也希望早日回归平静的生活，怀着对朦胧的思念，努力过好每一天。相信这也是朦胧的心愿。就在这个
这份也不是手写的，就是一个好像电脑 P 图的那感觉哈。那这个网络追问警方何时通报于朦胧案情之际，于朦胧工作室却发出了这张截图，引发了最强烈的质疑啊。那么网友质问，绝对不会是饮酒这么简单，要一个警方的蓝底白字很难吗？那么这个公开案件的细节，工作室背后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代表于朦胧的母亲发文呢？那又是工作室出来发声，我们需要一个没有任何证明的通告。我们不想要这个没有任何证明的通告，我们只想要蓝底白字的就公安的这个通告啊。那工作室发这个声明，那警方都是干嘛的呢？这么大的舆论，不能交代一下细节，给大家一个安心吗？只想堵住这个忽悠这个大众的这个怒火啊。那么你倒是拿出来证据啊。还有是说懂法的都知道，除非是自己一个人喝酒造成的意外，否则在场其他人员都要进行调查通报，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在场的朋友呢？所有人都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糊弄傻子吗？还有说是字字句句都要捂嘴，你皮下到底是谁啊？随便打个字就是朦胧妈妈，为什么没有警方的通告？一直是这个工作室在这发。那么说的不像一个妈妈的口吻，很官方啊！你没搞错吧？谁家亲妈会这么说话呀？就自己的儿子这个去世，没有亲妈是这种语气的啊。那么现在就更加不相信了，一个不喝酒还恐高的人，会把自己把这个很难拆的纱窗跳下去，拆了纱窗跳下去啊，是这个意思吗？好，那么这么大体量的公众人物处理完后事了，然后一点影儿都没有爆出来啊！还有人说是公开调查结果，执法记录仪公布现场情况，要当时的现场照片，同聚会人员的调查，最终的调查结果公开透明的对外公布。哎呀，这个很多人最后说的是有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啊！这个所谓的母亲的这个公告。还有说随便发啊，一个字都不信，这是统一口径，太假了啊！这个天是真黑呀。那为什么是一个早就注销的工作室来发啊？其实这个工作室早就注销了，我们会讲啊。那现在又能代替警方发公告，又能代替母亲发公告，那案件的细节呢？还有这个连公章都没有啊。那么到底在隐藏什么？一个毫无可信的账号发布的任何言论啊，身为路人表示不理解、不接受。这是人家妈妈发的吗？不是某些人自己发的吗？其实这个企查查这个 APP 就显示于朦胧名下共关联的2家公司，分别是上海启蒙影视文化工作室和东阳先盟影视文化工作室。目前2家公司均已注销，其中东阳先盟影视文化工作室注销日期是今年的7月9号。那关于这个于朦胧坠楼和死亡的事件网上流传了很多的疑点，我们来根据多篇媒体报道来整理出主要的疑点有哪些，以及哪些是事实有待证实的部分。首先呢，这个网友整理出的疑点有哪几个呢？第一是这个窗外的抓痕前面提到了，在他坠楼的窗户外以及下层的住户上，下层的这个住户的窗户上都有抓痕被拍到。那有人猜测呢，这些抓痕可能是在被抛出窗外或者从窗边被拉扯时留下的。第二呢，就是纱窗的损坏和纱窗的这个窗纱的完整性问题。有报道说呢，事发的房间的这个纱窗，就是防蚊纱窗是整片撕裂或损坏状态，而这个玻璃窗是可以轻易打开的，但是纱窗并不容易开启，这被认为非常不寻常，引发了质疑。如果是自杀或者跳楼，哪怕他是饮酒那么为何要先破坏纱窗呢？第三呢是选择高度和楼层的问题。那么如果他是自杀的话，这是北京某小区的5楼坠楼有网友认为真是跳楼者应该选择一跳致死的这个高度，或认为可能的高度，或者说被推出的可能性应该更高。还有最重要的是第4点这个生前状态和没有轻生的这个倾向，说他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没有表现出轻生的言论和行为，也没有公开表达重大的心理压力。还有这个监控录像的问题有说这个监控在事发楼道小区出入口偏偏那天就没电或者监控失效的传闻，被不少人质疑是人为导致或者是被关掉以隐藏事实的线索。那么这个事发的时间和被发现的方式呢？据说是凌晨约5点被人发现坠楼，住户报警，遗体被这个裹尸部抬出。有人说这个死者的母亲当场昏厥。然后最重要最关注的，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就是第7条这个聚会友人名单那在他去世前呢，这个网上就流传一个这个聚会的这个饭局的6人名单应该在去世后那么参与者包括经纪人，包括助理，包括演员等等。那有传言称当晚他与这些人共处，但是被多人否认我们后面可以展开讲还有就是现场窗户玻璃与纱窗是否容易开启的问题，有很多报道都指出这个玻璃窗开启容易，但纱窗不易开启，这与跳楼这个理论肯定是有矛盾之处的。理论上讲，跳楼者会选择容易突破的路径。
好，那么还有哪些疑点还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澄清呢？那么抓痕的真实性是否属实，是否是来自于受害者本人，照片有没有被篡改或误解，大家还不知道。那么纱窗具体的破坏方式是整片撕裂、小范围破损，是否是准确呢？监控没电或失效的方法，目前没有见到任何技术报告的确认。聚会名单的真实性以及参与者是否真的在场，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否认。那么是否存在强行抛出或者他杀的证据，比如这个物理拉拽的痕迹这个指纹、DNA 或者是目击者的描述，还有就是关于他母亲昏厥这一情况，那遗体处理的过程的细节，在公众报道中也存在着不一致。那仍被这个澄清，仍然没有被澄清，还有争议的点呢？这个包括有抓痕当然它没有这个法医报告，没有这个确实的这个物证然后呢，这个纱窗家属提到呢，窗户格局有些低，存在窗户很低的这个说法，使得意外可能性被认为是更高的。但是窗户的具体尺寸、纱窗的结构是否真的容易被打开、被破坏，以及那扇窗是否确实低，在官方的资料里面没有明确的披露。当然，这个轻生的动机也有问题除了刚才讲到的之外，官方和家属都表示没有任何精神病史，没有任何抑郁或轻生的迹象。母亲强调是意外，那也体现了这一点当然就呼吁理性对待什么的。那还有这个劳力士手表这个细节，还有其他的随身物品。那有爆料说于朦胧兜里有2块劳力士表，但这个细节在最初的自媒体传播之后被删除，会遭到质疑遭到了这个质疑。那么目前呢，没有官方确认这一部分细节是否属实。好，那么这个监护车出现监控录像失效以及楼内声音的情况呢？那网民提到凌晨有救护车进入小区，但没有官方说明原因。至于这个监控是否正常运作，监控录像是否完整，这个声音是否被邻居察觉，也没有见到任何其他的资料确认然后呢，就是这个争议最大的这个名单，还有不同的版本我后面会解析。那么说有6人或更多人聚餐当然这个多位被点名的导演和演员已经否认这个名单的真实性，是否到场当晚的流程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具体的可证实的信息。还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是他反锁了房门独自行为的时间线。有传闻说于朦胧返回房间以后反锁了卧室的门，有关凌晨某一段时间他是否自己活动，是否有争执，是否有外人进入房间内，是否有他人等等，这些细节都没有这个可查证的证据。所以呢，总而言之呢，这个官方家属层面确定的是说意外坠楼饮酒因素排除刑事案件，排除了刑事案件等等这些核心的结论，这个结论那这个家庭与警方之间已有调查通告说后事已处理这个是官方的说法。但是呢，太多的这个让人公众质疑的细节还没有被官方证实或者否认，比如窗户的抓痕、纱窗的损坏是否已开启、劳力士手表具体人员在场、监控、救护车都没有。那其实公众要求的呢是更完整透明的官方报告或者司法调查，包括物证法医的报告、监控录像、现场照片、视频等等，以根除谣言或者阴谋论。那根据这个 ET Today 这个星光云的这个报道呢，于朦胧的启蒙恩师、台湾知名的经纪人孙德荣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被高层压下来了，真相已经不会再出现。竟然把所有过错推给逝者于朦胧，说是喝酒坠楼，这是非常高端的技巧。嫁祸给死者，所有相关人士全数脱身，苦了这个于朦胧的妈妈这个一介平民怎么吞也得吞。那公理已经死亡了。”那么同时呢，孙德荣也指出那份微博声明稿的可疑之处。他说，一看就是一份完全没有一点点惋惜和思念，而且把于朦胧推上火线，说是他自己饮酒过度而坠楼，完全一堆256人已经这个逝世，皆由于朦胧一肩扛起，这是何等的残酷那今年64岁的孙德荣呢，17号早上呢，在 Facebook 在脸书表示这次这个于朦胧的事件反映高层动起来了。他质疑现在聚会参与的人士完全保密，连名单都不会公布，这也太离奇了，对吧？刚才说到按照中国的法律这个如果你饮酒是有其他人在场的话，其他人是肯定要接受调查的。那么孙德荣说，你们不知道会有各方的压力，只能臆测伤害于朦胧的资方大腕是何等身家，连警方都不得不改口。这个保护这个杀人的恶魔，只要我们心存善念，总有一天一定会过去负责，因为老天都看不下去。9月12号，孙德荣曾在脸书表示，他是于朦胧刚出道时的启蒙老师，他根本无法接受于朦胧的死讯。他当时看中对方对演艺事业的热诚，便无偿的给他培训了长达1年半那么后来呢，孙德荣因为工作需要回了台湾，便将艺人合约无条件归还。那个对于于朦胧之死呢，目前还是消息纷纭9月15号，这个X 就是推特这个
推主这个新闻调查发出了图片分析，指出难怪中共警方当天结案认定自杀，所有媒体不敢深入报道此事。中国大陆和香港娱乐圈这个都保持了可怕的沉默。据称参与强暴于朦胧的是蔡奇的私生子，他叫导演辛奇但当然目前无法证实蔡奇有私生子，以及这个辛奇其实网上也查不到任何资料那公开资料显示呢，蔡奇有一个孩子叫蔡尔京那么这个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港媒南华早报5月6号引述消息称，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子女已进入一个经济部门担任副司长，目前负责该部门的日常管理。2024年12月这个旅居澳洲的网红这个尹科在 X 平台爆料说，蔡奇之子蔡尔京目前在国家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司担任副司长。红色的权贵这都是目中无人这个上行下效。那么这个中共官场这个混乱不堪，前中共党魁这个江泽民就被指这个宋祖英这个事情拉登大家都知道。那么时年35岁这个中国网球名将彭帅曾经在2021年11月初在微博发文，明确表示时年75岁的张高丽逼迫他与之发生性关系。难以置信的是，张高丽做这件事的时候呢，让妻子康杰在外面守着。还有关这个中共这个男性高官这个玩弄同性之前在北京就爆出过丑闻。这个北京首创集团原党委书记，被称为中共京城国企第一摊的李爱庆今年6月30号这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这个李爱庆被控索贿这个受贿人民币2亿多元。那官方曾指其搞权色交易知名经济学者这个马光远公开称，李爱庆喜欢男的，会利用投资项目要求对方提供美男。那新浪网今年7月1号援引公众号这个安元鼎的消息称，李爱庆搞权色交易是同性，在这个3年前呢，已有多名2线的男星与个别顶流被曝与李爱庆有染。那消息这个此消彼长这个让人大跌眼镜好，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于朦胧这个离奇坠亡的事件呢，也是目前在这个网上持续发酵尽管官方疯狂的删帖，但已经流传到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内容惊悚的这个网文仍然被热传，而多则评论则分析指出，这个是与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有关那这个新闻调查这个推号呢，留存了一篇所谓被秒删的贴文指出这个当时有17个人在豪华公寓聚会这个酒水单惊现10瓶高度洋酒于朦胧被灌到站立不稳。那聚会地点位于北京朝阳区某高档公寓的顶层复式，主人是于朦胧多年的这个好友兼这个编剧赵某，那曾经创作多部这个热门的网剧那么贴文称呢，这个导演王某否认在场遭监控铁证打脸。那这个凌晨2点03分，王某独自离开，神色匆忙，甚至撞到了保洁推车。那聚会现场照片流出王某坐在沙发最中间右手搭在于朦胧的肩膀上，于朦胧表情僵硬，眼神涣散，桌上摆满了这个空酒瓶和不明的药物包装。那王某被质问后秒删声明，这个电话也直接关机那贴文指出呢，经纪人刘某的诡异操作事发前1小时曾接听神秘人物的3通电话。那第一通是凌晨1点15分，之后刘某这个表情紧张，随后强制给于朦胧递酒。第二通凌晨1时45分之后刘某某突然大声说快了，马上就好。第3通呢，这个凌晨2点10分刘某听完后立刻催促所有人离开。诡异的是，这3通电话均来自一个虚拟号码，已被注销。那贴文称呢，神秘的编剧赵某连夜搬家这个邻居回忆到，那天凌晨4点，我被搬东西的声音吵醒，看到4个穿黑衣服的男子在赵某家进进出出，搬的都是纸箱，不是家具。赵某看起来很慌张，一直在看手机。后来上了一辆无牌照的黑色 SUV， 警方证实赵某目前失联，手机信号最后出现在了河北某偏僻小镇之后就彻底消失。那贴文还称呢，一名自称是于朦胧同公司练习生的网友匿名抱怨，这家公司一直有陪酒文化，不喝酒就拿不到资源。3年前一个女新人被灌到胃出血，公司压下来赔20万封口。那于朦胧上周还在群里说再忍最后一次酒局。更可怕的是，爆料发出的2小时后该网友的这个社媒账号就被封禁了。那9月15号YouTube 这个账号财经冷眼评论说，上述网文中的这个王某这个导演很可能是网上正在深扒的这个蔡奇的私生子，叫辛奇的这个导演那么在事发前呢，网上有很多关于辛奇的资料，但这个事发后呢，全网居然把他的数据都删除了，现在搜不到。
评论说呢，这个辛弃确实是从事导演工作，现在网传他是蔡奇的私生子。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逻辑就自洽了，否则的话，像一般人都是达不到这样手眼通天的地步啊，让媒体警察都能言听计从。很多演员发的帖子都让他们删除了，一般人做不到，只有蔡奇的私生子可以做到。那评论还指出说，有网友扒出程青松就是那个同性恋导演，他在现场。那他和辛弃多年前就认识了，而且还有他们一起亲密的照片，基本上所有的证据串联起来，所以这个事件背后的大佬可能就是蔡奇这个私生子啊。那么这个根据爆料呢，这个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版本的名单啊，这个9月10号案发当晚跟这个于朦胧一起聚会的被网友锁定为6个人啊。那么名单上除于朦胧之外呢，还有导演程青松。这个编剧吉光光本名叫李明啊，以及辛弃，还有于朦胧的2个好友啊，宋伊人和焦麦琪。那在这个版本的名单中呢，辛弃是这个网络流传的名字，又说他是这个导演王某，相关信息非常少。传言说他是影视圈的相关人士、制片人、导演等，但缺乏明确的作品列表。网上大量的帖子都指称他与这个中国高层人物有关，当然这是网络传闻了。那这个是查不到履历的一个人啊，那是谁也不知道。然后宋伊人呢是中国内地的女演员，1993年5月7号出生，山东济南出生。那么她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那么代表作品有《致青春》啊，原来你还在这里啊，饰演这个年轻的这个苏运锦，然后江夜系列饰演这个桑桑，还参演过这个漂亮的李慧珍啊，《30而已》等等电视剧，以这个清纯甜美的形象为主，起点是校园偶像剧，逐渐向大制作的这个影视作品在发展。那焦麦琪呢？是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歌手啊，98年3月1号生于河北唐山，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参加过2017年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第1季啊，进入了全国9强。那音乐代表作包括《我的名字》啊，《一个人想一个人》，《不会说话的爱情》等。那以原创这个抒情啊、校园风格的歌曲见长啊，粉丝群体都以这个年轻人居多，估计是00后啊。那怎么说呢？就是这份名单呢，这是其中流传的还不那么广的一份版本啊。那流传的更广，而且引起了更多媒体报道的这个名单呢，是并没有辛弃，或者说这个人啊，这个奇怪的这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这个人，并没有辛弃。那么他首先是包括了导演程青松，还有这个71岁的知名制片人导演方励，然后演员高泰宇，然后编剧吉光光啊，就自由极光啊，也就是这个李明啊，还有就是这个于朦胧的经纪人以及助理和好友啊，经纪人和助理被一并提及，但是名字没有明确列出。那么这里面呢，当然这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了啊。被点名者大部分都已经澄清，当时未在场。比如程青松就说自己这些年一直是染的红发啊。那么已经明确否认的是程青松、方励和高泰宇。那间接否认或者未正面回应的是编剧吉光光啊。模糊不清的是这个经纪人和助理，因为没有明确的名字。好，那么这个当然6人犯罪名单不管哪个版本都是一个网络谣言啊，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多位当事人都反驳了啊。那么这个谣言是哪里来的呢？这个所谓名单是哪里来的呢？是这个社交媒体啊，首先是微博或者 X 有用户发表了这个于朦胧死前6人犯罪名单疯传啊，列出了程青松、方励、高泰宇这个版本啊。据传是他们当晚与于朦胧用餐。那还有一些狗仔队或者自媒体的小道消息啊，这个狗仔、江小燕等等账号提出，当晚与于朦胧在朋友家聚餐的说法，称是5到6人的饭局，还指明在某小区楼宇的特点细节、窗户款式、背景图都被网友进行了比对啊。还有小区业主及邻居的说法，有报道说小区的这个住户和邻居看到动态发布的内容中有背景窗户与聚餐传言中的这个房屋窗户款式相似的东西，说吉光光就住在该小区，且发过背景相似的照片。那同时呢，这个多家娱乐新闻或自媒体呢，就将该名单和传闻又发布了啊，比如腾讯新闻或者 QQ， 还有这个娱乐圈的这种各种新闻，他们报告了网传名单啊，以及某某人已经发言澄清，以及这个吉光光直接关闭了评论啊。那这个编剧吉光光呢，是选择了直接关闭什么任何微博留言功能啊，没有立刻发声。那网友质疑的这个监控的录像呀、聊天记录、照片背景等细节啊，目前呢官方都没有去公布这些证据。应该讲呢，就是这个辛弃啊，虽然也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还有人说他是王某导演啊。那么因为传言中说他是这个蔡奇的亲戚啊，就是什么蔡奇的外室生的私生子。那公开资料显示呢，好像辛弃这个年龄不是很大啊，是电影制片人、策划人等，也有多部参与的电影作品，在影视圈有点名气啊。证据照片显示呢，他跟程青松认识，并且一起合影。那另一名这个知情者形容啊，害死于朦胧的凶手背景确实很深。案发有很上面的人打招呼啊，说这个要案子不了了之，
那个人地位就相当于什么《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赵立春吧，这个副国级官员啊。那蔡奇之前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啊，然后现在来说也确实是副国级啊，那可以被怀疑是蔡奇。无论如何啊，上面这些其实都还属于未经证实的流言啊。真相啊，在这个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可能永远不会揭开，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好的啊，那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啊，这个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频道，欢迎大家订阅，开启小铃铛啊，关注我们这个真相频道啊，这我们为大家查证某一个主题啊。好的啊，那下期再会。